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勒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爬军舰岩，我会从奇里岸开始爬。那现在我在东华公园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在从公园出发后，大概爬个5到15分钟吧，就会到奇岩山西峰。那这一条路还蛮好走的，但是因为它在地图上的标示并不是非常的正确，或者是并不是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大家来走的时候看地图的时候也要小心点，因为像我刚才就走到一个死路，然后还要往回走，然后再绕上来，那就大家要特别小心一点哦。那我就继续走啦。其实走到目前的路，地上都有铺大石头，然后会是在芒草丛林里面的行走。那从奇岩山西峰再一直往下走一小段路之后，很快的就会碰到奇岩山。这目前感觉都还蛮容易的，还要一阵子才会到军舰岩。那就继续出发吧。Hello Go， 走。在过了奇岩山之后，路开始会变得比较多是土坡，还会地上会有出现很大的石头，也不会不好走，但就是要小心，如果下雨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点滑。那如果你有带狗狗来的话，他们也要注意说会不会他们爬不上去，要抱一下他们。那塔洛口是还好啦，他还蛮开心的，跑来跑去的。走，塔洛口走。再走一小段之后，会来到一个比较大的落差，石头还蛮大块的，我不确定塔洛口上不上得去。等一下，如果上不去，我可能就要用抱的。那这个大石头的右边就是阳明大学的运动区，有田径场，还有篮球场、足球场，还有应该是网球场。这个步道就在阳明大学的后面。到达阳明大学之后，会碰到一个岔路，往左边就是在我现在后面的地方，会上去一个看起来蛮陡的大石头，然后往右的话会是比较平的路。那我先从大石头走走看，我看一下塔洛口能不能上去，可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咯。那塔洛口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他走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他可能是米克斯，然后可能台湾犬的混的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他其实还蛮身手矫健的，可以跳得蛮高的，然后碰到比较困难的地形，他也可以自己去想办法应变。上来这个大石头之后呢，会看到一个360度的大景，会看到七星山，然后还有大屯山，之后这边还有观音山，然后还有阳明大学的运动场，再来还有台北市，还蛮漂亮的。那这个大石头其实就是奇里岸山，海拔165公尺。往右边看的话，
就会看到军舰岩。现在前方的就是军舰营，上面似乎还有人正在做绳索垂降的训练。那从奇里岸山下来之后，往下走会碰到一个断崖。那不要从断崖下去哦，除非你有带绳子还有垂降工具，不然是要往左边走。然后从左边这边下去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陡啦，但是总比直接下断崖来的安全。从上面下来之后呢，往右转，要往左边上去，这边就是军舰岩的方向哦。上来之后呢，就会碰到一些铺好的阶梯，应该马上就要到军舰岩了。那这边的步道还蛮容易的，之后我们就继续出发吧。在步道上走5分钟不到，会看到一个指路牌，上面会写说阳明大学还有照明禅寺，这边就非常接近军舰岩咯。这边就是军舰岩啦，这边可以看到360度的台北，跟金面山有一点像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就要往丹凤山的方向出发咯。我今天打算完成一个 O 型的路线，之后我会再走回七里岸，那就继续走吧。塔洛克现在超兴奋的，他不知道在玩什么。他超兴奋的，不知道在兴奋什么，一直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超开心，超开心！还要继续，要继续。在过了军舰岩下来，会有个打印台。在打印台过了这个地方之后，路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。那大家要看好地图再走，不要迷路咯。之后这边的地形就比较像典型的台湾郊山地形，地上有很多的泥土，还有石头，小石头、大石头都有。天气不好的时候应该会有点滑，那大家走的时候要小心咯。在沿着军舰岩纵走的路线一直往下走的话，会碰到一个电视转播站，有点像一个铁塔一样。再走一小段之后呢，就会碰到一个岔路。其实之前会碰很多岔路啦，这边的路
在地图上其实标示的并不是这么的明确。那碰到我说的这个岔路，你会看到一个丹凤山的指路牌，这边的路地上就开始有铺水泥了，所以应该是会非常好走的，而且大概只要再走个5分钟就会到咯。那就往丹凤山出发吧。在地图上说我现在是在丹凤山的地方，但是在现地看到的是这边叫做汤海岩，所以这边地图上这条路线的地图有蛮多和现地有出入的地方，那大家在这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。那就是在这边，你在地板上会看到台湾幸福石，然后上面会写新北投公园，这是我们来的方向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是写着倒着的新北投公园还有幸福石，所以我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下去看看丹凤岩是不是在这个方向。嘿，大哥，再继续往下走一点，才会是真正的丹凤岩。那要到丹凤岩，就是继续往下走，然后你会经过一个红色像凤凰一样的很大的路标，然后它下面有一点像是木头的椅子，然后呢，你还会看到一个告示牌，还会告诉你危险，有拉绳。那要从那个告示牌的正后方走过去才会是丹凤岩的方向。那你会经过一小段路，然后有一点点拉绳，是一个小小的陡坡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到丹凤岩咯。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室内。我拍到这边的时候，听到了一些事情，那其实有一点吓到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拍摄了。那就是我从丹凤山走出来之后，碰到了一个山友，他跟我讲说，军舰岩那边在稍早的时候有人摔下去了。那我回家之后看了我拍的东西，是放大之后，的确是有看到救难人员正在往上吊挂东西。大家在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拍照的时候呢，不要站得太边边，然后一定要站稳。除了拍照安全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安全部分也要十分注意。那就是你要会用地图，离线地图手机上的 App 也好，或者是纸本地图加上指南针、指北针也好。因为我这次在走的时候，我是用手机的 App 离线地图。其实看到很多的路线 App 上是有的，但是现地其实是没有的。还有最大的一个出入就是说，丹凤山的位置和现地是不一样的。我在手机上看到它在的地方，在现地上其实是叫做汤海岩的地方。丹凤山真正在的地方是在地图上左下角，有一个打星号的地方。在这边如果真的迷路了，其实应该也还好，因为大部分的路线，应该说整条路线上都是有手机讯号的，然后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市区的。那如果你是在高山或者是深一点的中级山或者是郊山的时候，你如果不会用离线地图或者是纸本地图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危险。那从七里岸山走到军舰岩，然后再走到丹凤山，
的这个 O 型路线，大部分的路其实是蛮好走的。步道没有太多的陡上或者是陡下，唯一的比较困难的地方可能是它的遮蔽物比较少一点。如果你夏天来的话，这里应该会非常热。那我是冬天来的啊，所以其实还蛮舒服的。那我们这次就先这样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要拍东西，我要拍东西。好，那就是好啦，塔洛克，好啦，干嘛啦？好啦。